那我想呢，在这期视频开始之前呢，先教大家一个盛行海外的1分钟口罩自制法，就是我现在这样子啦。那说句实话呢，我真觉得这个口罩就是一个形式而已。可惜呢，南非总统已经把全国人民都带跑偏了。那南非对口罩呢是没有特别的要求的，只要能够防止唾沫的飞沫的传染呢，这样都可以。那想象一下，街上都是这样的人。Oh, they gonna tell me I need a face mask to go inside the grocery store. I got kids to feed. I ain't got no money to buy no face mask. If y'all start running out of supply, we'd have some face masks. Hey, let's go. 那又或是这样的人。那病毒肯定欢喜快乐，因为他们后继有人了嘛。那我自己改良了一下，做成这样的新型的口罩，那大家也可以跟着做。先找来一块手帕，棉质的任何布可以呼吸的就行。我还看到有人用牛仔布，也不知道会不会窒息而死。再来一块绸质的方巾。我读了篇文章，说是这种材质呢会产生静电，可以 trap 病毒。家里有块也可以用丝绸哈。然后再用一小块口罩大小的保鲜膜阻隔病毒，2块皮筋或者头绳。接下来的步骤不需要至上也可以 follow。这样就好啦。Hello， 欢迎回到小娘子会南非。那这期视频呢是新冠状病毒在南非系列之终结篇。是不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那为什么是终结篇呢？那当然顺应了我作为人类的本质啦，就是图个新鲜呗。那言归正传，这次讨论的是一个我之前一直不想触碰的话题——访华篇。那有些干货，大家答应我不要掉链子哦，因为到了影片的末尾呢，我会放一些彩蛋，感谢大家。那不知从何时起呢，我发现当地的各个微信群呢，都开始大篇幅的讨论各种蠢蠢欲动的访华势力。那但我后来想了一想呢，这场战争呢，其实一直都存在着，只是或敌或友的人借机呢，企图用病毒起源阴谋论啦，还有责任论啦，造势而已。那其实对你有意见的人啊，你做什么都是错的。那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呢，也曾经说过，如果你对每只像你吠的狗，都停下来扔一块石头的话，那永远到不了你的目的地。那所以大家不拘小节，往大方向看哈。那你问我什么是大方向啊？我怎么知道你的大方向是什么呢？我的呢，当然就是世界有爱，大家相互理解，共创美好家园。OK。另外呢，新加坡女首相周玉琴呢，也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说过，这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黑或者与白，那更多的是个灰色地带。也就是说，事情是没有绝对性，无论是在政界或者商界，保持清醒的头脑呢，然后理智思考是很重要的。那我不是专家哈，所以说如果要深入分析一下非洲的访华势力呢，是可以聊上好几个小时的，我只能摸摸皮毛而已。但我觉得触及访华因素呢，大概可以从2个方面来说。那一方面是带有政治经济要素的有组织的外交风波，那就是类似像之后我会说到的美国推出的 Debt Trap Diplomacy 的理论。那一方面呢是文化差异的个人民族情绪。那我先说第一点，在这个方面呢，我查了不少资料。如果你们想要鼓励我的话，就支持、转发、订阅，还要打开小铃铛哦。那有意思的是呢，我发现很多研究机构呢，对一个国家欠多少钱是比较有兴趣的，但是对国家借出去多少钱的话，却是兴趣了然。
那根据路透社今年4月份的报道呢，就是中国已经挤进了非洲债权人名单之首，就是说呢，中国是向非洲借款最多的国家。那现在最完整的数据呢，只能追寻到2017年的。那因为这些年呢，中国有在控制借出去的外债，所以我们就暂时先看2017年的数据，应该同现在也差不了多少。那德国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当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海外贷款的数据报告》，那显示呢，中国呢自1949年建国以来到2017年间借出的外债呢，总共有53兆亿美金。那大部分呢都是千禧年2000年才借出去的款项。那同年呢，就是美国的约翰惠普金大学所给的数据是说呢，这53兆亿美金当中呢，中国借给非洲的是14.6兆亿美金，那也就是28%的这些外债呢都借给了非洲。那这个数据呢，只限于借给政府的款项，不包括私有公司和互相的借贷。我嘴里说的1兆亿美金呢，是100亿美金。那考考大家，这53兆亿美金后面有多少个零呢？请大家伸出手指数起来吧。那要在下面评论哦。那另外呢，《华尔街日报》今年的3月30号呢，也报道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呢，过去2年同另外2个经济学家呢，共同拼凑了中国贷款的数据。他推测呢，中国其实还有20兆亿美金，在海外放贷是没有对外公开的。那这些债务呢，大多是源于中国“一带一路”债务的主要输出国呢，也就是非洲、亚洲以及南美洲。那其中大多呢是原物料，就是像石油这样的出口大国。那其中也包括10个穷国。那他们向中国的借贷呢，就相当于该国1年 GDP 的20%，或者是更高。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国家人民所贡献的每一个 GDP 呢，其中就有20毛，它是要还给中国的。那现在这个疫情呢，会使这个比例更加扩大。那所以呢，就有美国造势人宣称呢，这是一个债务陷阱外交，就 debt trap diplomacy。那说是中国有意向这些要 money 的债务国呢，提供更多的信贷。其目的就是在对方无法履行债务义务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些债务国呢要求一些政治或者经济上的一些让步。那这些债务呢，其实有不同的形式啊。那大家最津津乐道就是以资产抵押的债务哦。那包括国家基建的资产啊。那因为中国呢借出去的是许多的贷款呢，是帮助非洲的基建啦，就是建设铁路啦、发电厂啦，还有机场啦，来帮助弥补非洲最大石油生产国的基础设施的缺口。那刚才有认真在听的凉粉们呢，就会发现我提到这些的借贷国呢，都是些发展的地区，那就是欧美不屑的市场，也或者说信贷差的一些国家。刚才我们提到借钱最多的是石油国，那最近的石油局势呢，更让这些非洲的石油国雪上加霜。那说中国这个是借贷陷阱外交呢，我是不能够完全的认同的，因为但凡在银行的借贷部门啊，或者说金融人士就知道，其实中国借出去的这些款项呢，都是非常正常的商务借款啊，因为非洲这些都是高危的借贷者，所以利息高或者是以资产去抵押，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至少要确保自己所能承担的这些风险保障，并且贷款是可以 refinancing 的，就是可以用新款去还旧款，而且之前的借贷条款呢也是可以再重新商量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其他国家愿意把这些款还上的也是非常好的。但是问题是你向别人去借，别人愿意吗？那并且据龙井咨询的数据表明呢，这些年呢，中国已经放弃了许多的坏账，就这些非洲还不起的那些债务都已经作罢了，而且目前为止是没有出现就从非洲国家收取资产比如强行收取盖到一半的港口之类的行为，并且路透社呢也赞扬过中国，说随着现在新冠状病毒的传播，政府呢也在马云的协助下呢，给非洲送去了大量的各种就是测试品呢，还有 PPE 等物资。反而呢，非洲国家这种激起各种反华势力的媒体操作，这算不算是一种就是赖账外交呢？
然后并且在7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呢，曾经也做过类似以支持当地基建为由，向发展中国家伸出援助的款项。那这些强国呢，吸取了教训，后来就不无意跟非洲的兄弟们有过多的金钱往来。还有一点是大家需要认清的一个事实，就是尽管中国呢现在目前 GDP 排名是世界第2，但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非常的大，那平均摊下来人均的 GDP 呢还是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根本就没有达到完全的蜕变。那更与日本啊，那中国香港啊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说不能指望中国去当非洲的英雄。那中国呢，只是非洲的贸易伙伴，还有债权国。那很多媒体说什么中国居心叵测啊，我也是相当的无语，因为中国没有说非要和非洲成为一家人，人家只是想同非洲做好朋友而已。我用刚才提到的约翰惠普金大学统计的数据算出来呢，那中国呢向非洲政府贷款最多的国家呢是埃塞比亚，是9.3%，然后其次呢是肯尼亚6.1%，然后紧随其后的是奈米比亚的5.9%，然后呢是卡麦隆的3.8%，然后之后呢才是尼日利亚的3.6%。那并且来自中国的贷款仅占尼日利亚的总债务8.1兆亿美金的3%而已。那南非政府所借的款项呢，只占中国向整个非洲借款的2.6%而已。然后更何况呢，中国、南非呢都是金砖5国还有 G20 的成员国，那这是个利益的共同体所以从外在的角度来说呢，在南非的华人真的是不太需要担心，我觉得。那南非政府表面上应该还是同中国人民是站在一起的。那最后再提一句，就是南非统计局呢是称2008年之前呢，国家都一直是贸易顺差的。那2008年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哎呦，不是中国办奥运啦，是次贷危机。那你看这个锅到现在南非政府也没有让美国政府来背，是不是？那我们再聊聊第二点，就是民生。那刚才我们为什么提到尼日利亚呢？因为在广州生活的大部分非洲人呢是来自肯尼亚还有莱索托，就是南非的国中国。那这些人都是商人或者学生呢，也其中也有包括大部分的尼日利亚人。那前一段出现了许多类似非洲人在中国遭歧视的文章和视频，那大家不要担心哈，他们都已经顺利的漂洋过海来到了非洲。还有一些亚洲人呢，在南非的抖音上面有这样的呼求。 So recently, Africans in China have been victim to xenophobia and racism and have been targeted and blamed for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Sound familiar? I only heard about this recently through TikTok and have been researching it the past couple of days, and I'm outraged by this, but I'm not surprised by yet another case of anti-blackness in Asia. I know I don't have a big platform or anything, but I still feel like it's my responsibility to use my voice and tell people about this. 那我想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被赶出家门、露宿街头的那些非洲难民吧。那因为之前呢，中国对在中国生活的那些非洲同胞也做过新冠状病毒的测试，那些差不多有2.8的中奖率，我觉得不是非常的高。那香港大学的人类观察学家呢，麦高登呢，他的尼日利亚朋友就告诉他说，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检测结果，大概有50个尼日利亚人原本居住的那旅馆呢，那些之前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没有登记入住的人呢，都被旅馆在限时1个小时之内呢要赶出来。虽然之前这样的事情也有发生，但是报道出来的话，那尼日利亚政府肯定是不干的，他要讨说法，不是？那尼日利亚本国人呢，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他们在自己国家呢，在国内也要来一把民族主义的情绪，那顺便赖战一下，何乐而不为呢？那这股势力呢，也影响了周边其他的非洲国家，那这把火就一直从非洲的中西部呢飘到了南部。我一直觉得尼日利亚人是像牙买加人一样的彪悍，也是很精明的一个民族，就是像这样子。
是他们现在能够成为非洲地区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呢，也说明他们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说实话，我就觉得尼日利亚是有点像在非洲的美国，然后呢，南非是有点像非洲的英国一样的存在着。然后2003年呢，广州警察呢又抓到了一些非洲的贩毒分子。所以，经过你看非法拘留呢，然后贩毒啊，再加上最近的新冠状病毒这一系列的恐怖的事情的引导下呢，中国人民就开始各种对非洲人民的一些成见吧。麦高登指出呢，种族主义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恐惧。那我现在想想，唐朝盛世那会儿，也不知道在中国居住的外来人士呢，会不会比现在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还要多？那他们又是怎样的和平共处的呢？看看在海外生活的我们，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啊，还有做生意的方式各的不同啊，也不被当地人理解，并且产生偏见也是在所难免的。那南非是个比中国更法治的社会啊，我觉得哈，那还有工会这样的组织的存在啊，所以中国企业呢一些侥幸的走钢丝的做法呢，也会引起不少的劳工纠纷。那再有媒体单方面偏见的一些渲染呢，那民怨呢这是迟早的事儿。那在南非宣布分成的开始阶段呢，就有德邦的一个中国公司呢被警察还有媒体突袭了。那记者呢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状况的情况下呢，就报道了，就所有的报道都是清一色的说中国的老板在一个关闭的工厂呢，就强迫员工非法的生产口罩，而且那些口罩是拿去捐给当地的政府哈。那据说实际情况呢是工厂为什么要关闭呢？是因为怕被抢。那员工也不是被逼的，而且他们是自愿就加班留下来的。毕竟当地人他们也是要养家糊口的，所以不管什么是事实，群众的想法就已经被媒体已经带偏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当地华人华侨就纷纷的组织捐款啊、捐物资的活动，真心想要挽回局面。那这里有个当地的农场主呢也非常好心，他组织自己的员工呢就分发食物给当地的有需要的人。然而这位农场主呢几天之后呢还遭了路尸抢劫，好在人没事，就非常的感恩。那除了这些实际行动呢，大家又开始担心海外各大社交平台出现了刚才所说的非洲人在中国遭歧视的那些视频报道呢。那刚开始大伙儿只是在微信上各种的讨论啊、揪心啊，然后开窍了，发现自个在窝里闹心是没有用的，需要找一个可以有效的双方沟通的一个平台。就在脸书上成立了一个组织，说我们爱中国。不对，是我们爱南非。大家真是不容易啊！我突然间想到一句话，就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很多人为你负重前行。那我在闭关的这几天呢，也真的是身心疲惫的，在海外的各种社交平台上为中国去平反哈。那感觉自己也失去了一些朋友。我也与在其他国家的一些中国朋友打了电话，那他们也担心随着对中国的声讨的声音的加大呢，还有各种反华情绪的高涨，有位朋友呢甚至担心得到想要放弃美国的锦绣前程就是决定彻底回国发展。那我想每个人对这种情况的反应可能都不同。那其实呢，对于一个乐天派，然后爱好世界和平的我来说呢，不愿意做任何抹黑南非的内容。刚才我有说过呢，就是海外反华势力是我一直不想触碰的话题。我认为呢，说到暴力，然后说到反华势力，就是对南非的不利。那 TC 就很安慰我说，他说其实呢，很多家人只是单纯的担心在海外在南非生活的家人朋友。我这样去认知别人是不是自身也带着一些偏见呢？那想想，或许我真的是成了傲慢与偏见里的 Elizabeth。把关注反华的一些人呢，就一律看成看热闹的、瞎担心的，然后唯恐天下不乱的，就杞人忧天的跟风者。我错了，大家，请原谅我。
那我做这个频道的初衷呢，也是想要大家改变对南非固有的刻板印象。那任何人事物呢都有其多样性，更何况是一个国家，你说是不是？戴有色眼镜去看别人，那别人也会透过你的有色眼镜去看你自己。那但愿我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好啦，现在就是接下去答应过大家的彩蛋时间，大家也不要忘记转发、订阅加评论哦，还有要开启你的小铃铛。下次见啦，拜拜。People can exercise under strict public health conditions.最后这段视频呢是5月1号开普敦的一些情况。我们在囚禁35天后呢，国家从预警最强的5级降到4级，允许国民吃快餐。那包括肯德基啊、麦当劳啊、汉堡王快餐店呢也随即开门了。但是当地葡萄牙烤鸡连锁店 Nando's 呢，目前还不确认开不开门。